我是大梁第一女战神，被指婚给了哑巴皇子。新婚当日，我接到军情疾驰边关，3年后凯旋，却见我的哑巴夫君正领着个半大的孩子在府门口迎我。我问副官：“你说这是我的孩子吗？”副官：“您说是就是。”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这还是我第一次见穆雨安，他乖巧的脸上挂着恬静的笑，杏眼里全是惊艳与羞涩，面上染了薄红。我大步走到他面前，抱拳行礼：“陈禄霖见过八皇子。”穆雨安急得直摆手，而后对我一顿比划。我很懵，因为我看不懂。旁边的小孩奶里奶气地说：“爹爹的意思是，他是娘亲的夫君，娘亲怎么能对他行礼呢？”是我没反应过来，以后不会，等等。我看着小孩指了指自己：“你叫我什么？”“娘亲。”我又指了指穆雨安：“他呢？”“爹爹。”我一脸震惊地把那小孩抱起来，递给副官看：“瞧瞧，这真是我闺女。”在副官一脸无语的表情下，我想起了重要的一环：这孩子是谁生的？穆雨安看向别处，紧抿着嘴唇，脸色苍白。此时，从门口又出来了一个婀娜多姿的女人，她娇怯地对着我行了一礼：“妾身蒲柳，见过将军。”我抬头看了看写着陆府的匾额，确定这是我自己家。“娇儿，不可对将军无礼，到娘亲这里来。”我问副官：“他是娘亲的话，那我是谁？”副官很不客气地评价：“绿毛王八。”被唤作娇儿的小女孩扒着我不撒手。穆雨安上前将她抱了出来，看我那一眼，水光潋滟，我以为她哭了。可等她再次抬头，我仔细看过去，才发现并没有。娇儿被安放在蒲柳身边，他们3人手拉着手。我缓缓敛了笑，蓦然开口：“真不错，还知道拖家带口出来迎我。行军打仗没受过的气儿，我现在可是满满当当受完了。”从刚才进了屋子，这位蒲柳姑娘就像那登了台的戏子一般嘤嘤开嗓：“将军3年未归，王爷也是要人伺候的。”这是第一句。第二句：“王爷千金之躯，难道要为将军压抑欲望？”到这儿，我的手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掰桌角了。他又娇娇软软地补上第3句：“如今娇儿已经3岁，将军也回来了，您看什么时候喝妾身敬的茶？娇儿好歹是王爷的血脉，不能让他没名没分不是？”3句话差点给我气炸。咔嚓一声，蒲柳咽了下口水，垂着头不作声了。我随手撇掉被我掰下来的桌角，把目光看向了穆雨安。“八皇子，不对，是离王殿下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”“忘了，你不会说话。来人，上纸笔。”穆雨安提笔，我看得出他捏住笔的手很用力，最终好似放弃了什么一般，行云流水地书写起来。他写完，副官将纸拿给我看，我瞅了瞅，字儿写得不错。穆雨安眼睛一亮，随后又听我说道：“可惜话不是人话。”他咬着唇垂下头。那里面说了，娇儿确实是他和蒲柳的孩子，希望我发善心，让蒲柳做妾。我可没善心，我要是有善心，战场上早死800回了。所以我把纸一放，指挥副官把这俩大的给我扔出去，小孩就抱出去吧。蒲柳自然不愿，他骄横指责：“王妃虽是将军，可也不能如此专权擅妒，为了一个妾室将夫君赶出家门，传出去是要被人耻笑的。”“哦，你说说看，谁敢笑我陆霖？”我悠哉悠哉地喝了口茶。蒲柳左顾右盼，一时没了话。“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滚蛋。副官也是女人，惹她生气，小心她揍你。”副官给了我一个白眼。一直没动作的穆雨安突然冲到我面前，抱着我的腿就开始吧嗒吧嗒落泪。我哪见过这架势啊，当场被定在原地。副官端详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将军，这就是您最喜欢的那一卦。”“什么这一卦那一卦？但面对一个抱着腿哭的小哑巴，我还真没什么办法。”“行行行，留下留下，有话好好说，突然扑过来你就不怕我一脚给你踹飞出去？”穆雨安听我这么说，眼泪还在那儿流呢，嘴角却扯开一个大大的笑来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伸手去扶我的胳膊。我不明所以，干什么？他伸手又是2下比划，在我懵懂的眼神下，他急得像是要说话。还是娇儿给解释的，爹爹说：“娘，将军要去洗澡澡。”我睨了他一眼，心中猜测他这是想曲线救国。
穆雨安点点头，似乎在等我的动作。我想看看穆雨安想搞什么幺蛾子，于是同意下来。副官，找人把蒲柳姑娘送回去看好，没我的允许，不准离开院子一步。蒲柳慌了神，将军您这是囚禁，王爷，王爷，您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妾身被关押吗？您说句话啊！穆雨安伸手指着自己的嘴摇了摇头，那样子甚至有几分乖巧。走吧，不是说要带我去沐浴吗？临走时，副官拉住了我，小声提醒：您此次大胜归来，万民心向，恐怕功高震主。黎王是皇上应旨给您的夫君，他是皇上的儿子，若是皇上有意拔掉陆家，和黎王相处，您务必小心。我和副官对视，表情严肃。你说话居然能用这么多四字词儿，是不是背着我偷偷念书了？副官扭头就走，风一样消失在门口。穆雨安不解地转头看我，那小模样特别招人疼。我当然知道穆雨安就是皇上用来敲打我的，可他这副柔弱不能自理的样子，若是真让他下手杀了我，他能敢吗？我以为穆雨安会为了他那一家三口的未来向我献身，在洗澡的时候勾引一下我，结果他全程非礼勿视，就真的伺候我洗了个澡。我看着他通红的耳垂和脖颈，不免疑惑，都有孩子的人了，居然这么纯情。黎王殿下，你要是想回黎王府住的话，我也不拦着你，眼不见为净，大家都清静。我穿着礼衣坐在梳妆台前，穆雨安正在为我擦头发。他动作一顿，连忙摇头。我知道京城里娇贵的皇子们禁不得下，只好按捺住性子同他讲道理。上京谁不知道陆家不纳妾？这都是佳话来的。我倒好，我娶夫一娶一家，说出去我里子面子全没了。你们还要赖着不走，天底下没这样的道理啊！我从铜镜里看他，那双杏眼眼尾一红，又要掉下泪来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不要总是哭，有话好好说啊！我一个头两个大。穆雨安张了张嘴，眼泪刷地落下来，扭头跑了。不是，那猴精的老皇帝怎么还养出了这种儿子？但是我现在也没时间去追他，因为我得进宫述职。穿戴好朝服，我坐上马车来到了皇宫。没成想在御书房前碰到了林石南，这是我曾经的未婚夫，我们两家定的是娃娃亲，我和他从小就一起玩。结果长大之后，他全然不顾当年他不敢上书我生把他拽上去的情谊，直接冲到我家退婚。理由很简单，他要找个精通琴棋书画，与他举案齐眉的女子，而不是我这种舞枪弄棒的悍妇。林石南盯着我的脸道：陆林，3年不见，你怎么变丑了？我摸了摸眉骨到耳垂的那道疤，指腹粗糙，疤也粗糙。那是险些让我丧命的一场仗，我为了给副将制造机会，撕开敌方防线，以5000兵力正面迎敌。那场仗打了3天，我是被副官从死人堆里抠出来的。别说脸上这道疤，我身上都被捅成筛子了。这没脑子的狗东西，当年我走得急没来得及揍他，现在正好算总账。于是我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。太监最先反应过来，哭丧一般叫得比林石南声音还大：陆将军和林大人打起来了。老皇帝出来拉架，我想趁乱也偷偷给他一拳，没成功。我收了心思，转身对皇上行礼：臣陆凌参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是臣的奏表，请皇上过目。皇上深吸了口气，才斥道：你还有心思呈奏表？还有你们愣着做什么？去传太医啊！从皇宫回来已经是傍晚，老皇帝可算逮着我的小辫子了，软硬兼施，恩威并重，足足说了我3个时辰。我头痛欲裂，肚子又饿，恨不得提枪上马去战场杀他个7进7出来泄愤。正烦躁着，却看到穆雨安领着娇儿在夕阳下等我。将军回来啦！娇儿高兴地扑到我身上。穆雨安冲我笑着，好似他非常喜欢我一般。我把娇儿抱起来扛到肩上，他兴奋地尖叫。穆雨安表情担忧，抬手比划着什么。娇儿装没看到，我大概猜出了意思，笑笑说：摔不下来的，别说他了，就算是你，我也能扛得稳稳当当。穆雨安突然红了脸，快走2步进屋去了。娇儿咯咯咯地笑：爹爹害羞了。一直到吃完饭，穆雨安都低着头不敢看我。吃过饭后，我去书房和副官议事，他对我当众殴打林石南的行为进行了强烈谴责。您不会是还喜欢他吧？由爱生恨，
所以才会对他出手。我立马摇头，你别胡说啊，我对他从来没动过心。副官毫不犹豫地拆台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在人来退婚那晚趴被窝里嗷嗷哭，哭的夫人以为您院子里进了狗。我两眼一黑，此刻很想灭了他的口。突然门外传来轻微的响动，谁在外面？穆雨安推开门站在门外，他手里端着托盘，看样子是来给我送茶的。我和副官都带上了一丝警惕，结果他放下托盘就跑了。我眼尖的看到了他没忍住的眼泪，我想不通，他是不是有点爱哭过头了？副官也想不明白，听府里人说，殿下平日从来没哭过，待人温和，总是一副笑模样。我拿起茶盘上的字条，普洱茶对消食有益处，将军喝一杯吧。还挺关心我。我灵光一闪，你说他从我回来就开始哭，不会是在提前哭丧吧？因为他知道自己要变官夫了。副官琢磨了一下，不无可能。毕竟您挺招人恨的，除了皇上，朝中想除掉您的人也不在少数。哦，今天可能又多了一个。我自己挑的副官，忍了。现在敌暗我明，防不胜防，您要不要试试美人计呢？或许能问出些什么。我眉头挑老高，他不用美人计把我拿下就不错了。平静的日子过了1个月，在我都要产生幻觉，以为娇儿是穆雨安给我生的女儿的时候，他来求我，问我能不能放出蒲柳。我如梦初醒，盯着忐忑不安的穆雨安，心里自嘲，这么怕我，这1个月还成天黏着我，为了蒲柳他可真是忍辱负重。行啊，放他出来，你们就一块滚出陆府。他眼眶一红，我眼疾手快地捂住了他的眼睛。我觉得无奈，殿下确实比我小几岁，但好歹是个男人，您这说哭就哭的本事，一般女子都学不来。我放下手时，他努力忍住了眼泪，直挺挺就跪下了，给我吓一跳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王爷，哪有你跪我的道理？行行行，我把他放出来还不行吗？穆雨安却没反应，反手又把我的腿给抱上了，还在上头蹭了蹭。我垂着头看他，心中遗憾，确实是我喜欢的那一卦，可惜人家有真爱，还有孩子。蒲柳被放出来，我也派人给他们收拾了东西，送他们去黎王府。副官回来禀告，黎王和娇儿挺伤心的，两人对着哭。那位蒲柳姑娘很不快，言语之间的意思是她不想走。我警觉，找人盯着他们，每天都来汇报。于是我就看到了这样的剧情：黎王殿下拿着匕首，半夜潜入蒲柳的房间，因翻窗时被卡住，险些吵醒蒲柳，遂放弃。黎王殿下偷偷去厨房给蒲柳的吃食下药，因药味太大，被蒲柳察觉并倒掉，遂失败。黎王殿下找蒲柳谈话，悄悄给他下迷香，结果自己也被迷晕，遂睡着。黎王殿下伙同娇儿下套，想将蒲柳推入水中，因行动不够敏捷，自己掉了下去，遂溺水。黎王殿下，整整1个月，穆雨安不是在暗杀蒲柳，就是在暗杀蒲柳失败的路上。我同副官讲，人真的可以笨拙到这种地步吗？副官淡淡道，又漂亮又笨，我看您是喜欢的不得了。傻子也能看出穆雨安和蒲柳之间有隐情了，我便派人调查此事。一查还真给我查出了点东西。黎王殿下有个宝贝画轴，自己每日都要拿出来看1个时辰，说是睹物思人。我挠了挠后脑勺，谁要听这个了？副官一副看透的表情，您别装。我第138次想把他毒哑。蒲柳是在您走后1个月进的黎王府，一直都是黎王和娇儿住陆府，他住黎王府，就在您回来前几天，他才搬来陆府住。很明显，一个脑子不太聪明的细作。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，孩子是谁的？就算蒲柳和穆雨安感情不和，他也没必要锲而不舍去除掉自己孩儿他娘吧。副官也有些为难，孩子怎么出现的，确实没查到，天上掉下来的吧？少找借口，我看着刚收到的汇报，觉得有必要找穆雨安谈谈。备车，我要去趟黎王府。到了黎王府门前，我不由感慨，不愧是不受宠的哑巴皇子，黎王府比其他王府小了一大圈。我今天过来主要是探病，因为今天纸条上写的是，黎王殿下折腾了1个月，终于把自己折腾病了，正在卧床休养。我没叫人通传，径直走进了穆雨安的卧房。他正睡着，不知梦到了什么，眉头都紧紧皱着。我怀疑他在梦里暗杀蒲柳，
也失败了。其实穆雨安的身份都不用怀疑，他绝对是带着监视任务被皇帝送到我身边的。可他的做法却让我不解。在陆府的时候，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试探他。桌面无意间摊开的军力布防图，不经意调出来的虎符，没有署名的密信，或者朝中重臣偷入陆府与我密谋，这些统统没有传到皇上的耳朵里。他对那些毫无兴趣，每天都是笑眯眯地给我准备餐食，伺候我洗漱沐浴，变着花样给我熬汤煮茶，好似能这样在我身边就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。回想到此，我觉得自己心里有一块地方变得软乎乎的，抬手去抚平他紧皱的眉间。大概是手下力道没控制好，弄醒了他。穆雨安从梦中醒来，看到是我，萌萌地喊：“阿玲！”我用震惊的目光打量他，鸭子精，怪我是大老粗，我不该口无遮拦，我给你赔礼道歉。被子里的大包动了动，躲在里面的穆雨安没有出来的打算。我诚心诚意的忏悔，我真的没想过你会说话，乍一听我也很懵啊。真的就是没过脑子的话，你别难过了，知道你能说话，我真的为你感到高兴。他掀了被子坐起来，头发乱糟糟的蓬起来，眼尾还有没擦干的泪痕。抬手想要比划什么，想起我看不懂，又颓丧的放下。我鼓励他：“你说话吧，刚才真的是我嘴快了，说话不过脑子。”他看着我，发出第一个音的时候，还是没忍住眼泪。但他边哭边说：“我想当一辈子哑巴的，我怕你嫌我声音难听。”说实话，确实不好听，但我看得出他在努力，想好好发音，把字说清楚。我给他擦了擦眼泪，哪有人因为声音不好听就要当哑巴的？我记得你是天生嗓子不好，你是什么时候能说话的？16岁。他还是有些吃力，母妃一直坚持让我吃药。16岁时，我发现自己能说话了。我打趣他：“你要是不瞒着能说话的事儿，没准和我成亲的就不是你，而是你的草包七哥了。皇上就会挑这种儿子来恶心我。”他急了，七哥长得胖还矮，也不读书，爱调戏宫女，猥琐得很，他配不上你。那你呢？我笑着看他：“离王殿下，你和我成亲，皇上给你的任务是什么？”穆雨安脸色惨白，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：“我从没想过要害你，你对我那么好，我绝对不会害你。”我摸不着头脑啊！他看我这个反应，有些落寞，都是小时候的事了。我姑且相信了他的话，我问他：“娇儿真的是蒲柳和你的孩子吗？”穆雨安摇了摇头：“不是。你离京那年，李侍郎因贪污案被冤入狱，父皇下旨将他一家斩首示众。李侍郎的妻子刚刚临盆，为保孩子一命，托人送到了陆府。他为了不让人追查孩子的踪迹，便去乱葬岗找了个被丢弃的女婴尸骸，自己则服药自尽，装作难产而死，骗过了那些酒囊饭袋。”穆雨安说着说着红了眼圈。我情绪尚且稳定，原来是金双堂姐的孩子啊。陆家到我们这一代就生了我和堂姐2个姑娘，我还在想是老天垂怜陆家，叫我们赶紧绝后，别再有倒霉蛋投胎过来，出生了就注定要战死。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呐，不是骄，是骄吧，骄阳似火的骄，这才是堂姐会起的名字。我实在想不明白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眼泪要流呢？真是水做的人吗？穆雨安使劲抹了抹泪：“我是为你哭。”我低声诱惑他：“殿下，你想不想当皇帝？我捧你当皇帝，好不好？”他吓住了，揪着我的袖子质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嫌弃我？你想3宫6院，想要其他更好的男子？殿下，你脑子还清醒吗？”我试了试他额头温度：“我是推你上位，不是自己篡位。3宫6院都是你的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穆雨安还是摇头：“我不要，我就要你一个人。”我觉得他这副紧张兮兮的样子很有趣，笑着说：“你就这么喜欢我？我杀人不眨眼哦。”穆雨安狠狠点头：“特别喜欢你，不想你喜欢别人，尤其是那个临时男。所以你那晚哭着往外跑是吃醋了？”他羞赧低头，小声嗯了下。我没话讲，只能问他：“你喜欢我什么？”他又钻被子里不说话了。我第一次为皇帝感到悲哀，他想送个天残的皇子恶心我警告我，结果这人和我心意就算了，还这么喜欢我。行，我不为难你，我先走了，你身体不舒服就好好歇着。我暗示他消停点，
蒲柳的事我有自己的解决办法，还是不牵扯到他比较好。他从被子冒头，伸手拉住我的手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住？等事情解决完吧，大概也用不了多长时间。他神色坚毅地对我说，好，你等我。我摸摸他的脑袋，看他那亮晶晶的小眼神，干咳了一声，赶紧走了。在我忙着把眼线忙着处理军务的时候，林石南给我送了请帖，是他爹的寿宴。我们两家因为退婚闹得不愉快，之后我父母亡故，再也没来往了。不知道他又想搞什么幺蛾子。副官说，您可以去，到时候您把他当众揍一顿，坐实了自己是个没脑子的悍妇，让那些人以为您没长心眼，不把您放眼里，咱们不是更好办事吗？我怀疑他在拐着弯骂我，但我没有证据。我还是去了，主要原因是二皇子林王也会去，我要给陆家选一位值得效忠的明君，当然要亲自看看候选人才行。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站在大门口的林石南就是这么迎接我的。我不爱搭理他，御书房前的教训你是都忘了，今天我是来给你爹贺寿的，起开。林石南不依不饶，你不是成婚了吗？怎么不带着你的哑巴夫君一起过来？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几年不见，他脑子坏了。你也别太不把黎王当回事儿了。他趾高气扬，大肆宣扬，不就是被我退了婚，没人敢要了吗？嫁给黎王也很好了，虽然是个哑巴，可好歹是个男人，你也别太看不起哑巴。你也不瞅瞅自己，还算是正常女人吗？其他宾客不敢上前触眉头，府门前的百姓也都停下看热闹。我问副官，他疯了？大概是嫉妒吧。副官冷淡解释，你们一起长大，您处处比他强，他处处不如您。他身为男人的尊严不允许他承认自己是个废物，所以想通过身为女子女德缺失来贬低您，这样他心里会好过一点。副官是个心黑的，他压根就没压低声音，在场众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林石南脸都黑了，那怒发冲冠的模样，我都怀疑他要冲过来打副官了。阿玲，我很惊讶穆雨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。他不顾众人看鸭子精的眼光，跑到我身边挽住我的胳膊，整个人都靠在我身上。阿玲，你是不是嫌我烦，出门又不带我？我保证以后不那么粘人，你别和别的男人说话，我会难过的。虽然声音难听，但这话的杀伤力还是有的。林石南的脸绿绿黑黑，最终还是他爹出来终止了这场闹剧。我问穆雨安，你不怕别人觉得你声音难听了？他小声嘟囔，我本来就不怕，我只在乎你而已。林王确实是个不错的人，据穆雨安说，他这位二哥从来没因为他是哑巴而嘲笑欺负过他，反而对他态度温和。见微知著，想来这人就算再坏，也坏不到哪儿去。我开始私底下接触林王，父亲总说陆家不参与党争，只效忠于皇上。现在陆家也没什么苗苗了，我还不能挑个让自己舒心的皇上效忠吗？我这边忙着，穆雨安那边也不闲着，他还在锲而不舍地暗杀蒲柳。蒲柳不是皇帝的人，而是太子的人。太子的人和太子一样蠢，我倒也不意外。蒲柳能进黎王府，是因为他听太子说过穆雨安的身份和任务，加上当时穆雨安刚接手陆交，被蒲柳误认为是他的私生子，所以以此来威胁他。他不仅想拿太子的好处，他更想做黎王侧妃，享受荣华富贵。我只能说，脑人不大，野心不小。知道了他背后的人是谁，就好办很多。我和林王商量，准备设计逼太子谋反。说着容易，可这里面牵扯的太多了，我每天劳心劳力，还要去各处军营巡查，有时候都恨不得回我的西北去吃沙。忙着忙着，我就1个多月没再见穆雨安，所以在聚福楼见到他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恍惚。你怎么来了？穆雨安不知道想岔到哪儿去了，当即就红了眼眶。要不是林王还在，他那大泪珠都能把地上砸个坑。这几个月他经常说话，声音也恢复了很多。你是不是觉得二皇兄比我好，所以不喜欢我了？我还没开始哄呢，林王看热闹不嫌事，大开口道：八弟，你不能总想着独占陆将军，他回京都半年了，肚子还没有消息。他是陆家独苗，要为陆家开枝散叶的。穆雨安这小傻子还真听进去了，他抱住我控诉道：母妃说过，生孩子九死一生，我才不要阿玲生孩子。
什么开枝散叶，孩子又不是二皇兄生，二皇兄说的倒是轻巧。他又对我乖巧的笑笑，你若想要孩子，那我就去找男人生子的秘药，我来生。我和林王大为震撼。林王看我那表情，好像在说这是什么品种的妖精，他生怕被我勾了魂，也变成要重金求子的难妻。饭没吃完就急匆匆地告辞了。包厢里只剩下我和穆雨安，我问他，你是认真的？他十分郑重地点点头，当然。我感到抱歉，因为我对他只停留在粗浅的喜欢上，我没想到他愿意为了我做到这一步。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这份心意。阿玲，你配得上，你值得更多人的爱，是我心胸狭隘，想要你只看着我一个人。我想了下，问道，是因为你说的小时候的事吗？我之前打仗伤到过脑子，很多事都记不起来了。穆雨安珍重地捧起我的手，安慰我，没关系，我记得就够了。我回京后的第3年寒冬，太子逼宫，被我当场击杀。林王继位成为新太子，老皇帝因为年纪大了，加之深受打击，很快兵填。于是新太子登基，成为新皇。新皇想给我加官进爵，被我婉拒，他只好把穆雨安抬成了亲王。我和穆雨安在一起生活了3年，他活成了陆府的管家。关于我的大小事宜，全都要经过他手，若不是我极力反对，陈启开齿他都要上手伺候。我这才知道，以前他都是收敛了的。之前我告诉他要利用蒲柳给太子传递假消息，要他出卖色相逢场作戏，他那边一演完就要跑我这儿来哭一场，再三表忠心，并且要我发誓不嫌弃他。1年前除掉蒲柳之后，他终于暴露本性，不论何时何地，他一定会在能看得见我的地方。我若公务忙，他就静静坐在一旁看书，我累了他就为我揉肩。因为我练武很吃劲儿，他还专门拜师学了推拿。陆娇也被他养得很好。陆娇很像经霜堂姐，她平日喜静，捧着一本厚厚的书，一看能看1天。穆雨安并不强制她做什么，只会合理安排时间，让她学些功夫，强身健体。也是这3年的相处，让我知道她在外人面前真的是不哭的，就算和人起了争执，也只是恬淡的笑笑，一副什么都不在意的模样。只有和我在一起时，开心也哭，伤心也哭。我为此总结了一套行云流水般的应对之法。床榻之上，我刚脱了衣服，他就开始摸着我身上的伤疤掉眼泪。我一把将他搂进怀里，吻去他的眼泪，有些无奈。不是都看过很多次了吗？我也说过，只是疤而已，早就没感觉了。他哽咽着说，可我就是心疼，我心疼，打仗太苦了，你也太苦了。我说着不着调的话，那就要夫君让我快乐快乐了。穆雨安脸色爆红，一边流着泪一边动作，阿玲，我会努力的。我挺满意，偶尔这样也别有一番趣味。过了2年，我又要率军出征了。穆雨安本想随行，却被我劝住。他不甘心，半蹲在我面前，红着眼眶撒娇，我会因为担心你而发疯的，会整夜的睡不着觉，会吃不下饭，会每天站在房门口什么也不做，就等你回来。你忍心看我这样吗？我叹了口气，陆府需要你，安安。陆娇年纪还小，把她自己一个人放在京城，我不放心。我不想要一个在战场上同生共死的夫君，因为我有同生共死的将士们。我要的是能为我照顾陆娇、料理后事的人。你在这儿，我心里有念想，就算爬，我也会爬回来见你的。最后这句话说动了穆雨安，他仰望着我，捧着我的手说，好，我等你。番外，娇夫日记。今天皇兄又欺负我，就因为我是哑巴。不过有人教训了他们，是个姑娘，看着比我大。他说她叫陆玲，让我喊她姐姐。陆玲又进宫了，这次她给我带了外头的草编蚱蜢。我最喜欢陆玲姐姐，我想天天和她玩。陆玲进宫并不频繁，但只要她来了，她就会来看我。她送给我的东西我都有好好收着。她说有机会就带我出宫玩。12岁第1次出宫，上元节的焰火好美，街上好热闹。陆玲好让我心动。我14岁了，陆玲17岁，听后宫的人说，父皇要给她指婚。我虽然不聪明，却也知道陆玲是陆将军唯一的女儿，陆家手握军权，父皇很是忌惮。陆将军夫妇战死了，陆玲要守孝3年，
不能成婚。父皇只得作罢。我好像能说话了，但是声音好难听。我还是继续当哑巴吧。我17了，父皇让我和陆凌成婚，还说让我监视好他的一举一动，必要时杀了他。我表面答应，心想若是他再派人杀陆凌，那我就用单薄的身躯为他挡刀，这样他肯定会多喜欢我一点。我们成婚了。陆凌接到军情，掀了盖头就跑了，我就来得及看了一眼。他美得我想哭。陆经霜把孩子送过来了，我为他难过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孩子怎么养。到底是阿玲的血脉，我一定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。蒲柳怎么那么坏，还蠢？他威胁我，我真的被他威胁到了，我更蠢。阿玲会不会不喜欢我？蒲柳宣称是我的妾，娇儿是他生的，这样反倒有名头找乳母了。很烦，但能忍。阿玲回来了，她怎么还是那么好看，就是脸上多了道疤，肯定很疼。我好想抱住她，好想亲亲她。她问我孩子是谁的，我好想哭，我不能对她说实话。她对我果然是心软的，我还是留下了。我想靠近她，想和她说话，可她好像不太记得我了。蒲柳又威胁我，我只能求她放了蒲柳。她对我误会更深了，想哭，没忍住。蒲柳不是好人，他的任务和我一样，我要杀了蒲柳。我在深宫中见惯了这些阴私手段，杀人对我来说是如此平常。他好难杀，好累，头疼，想哭，忍住。阿玲来看我了。阿玲说我是鸭子精，想哭，忍不住。不过她说让我多说话，难过但还是要听话。林石南是个鱼，100分号。狗东西，小心我偷偷杀了你。我要给阿玲生孩子，马上派人去找仙丹秘术。郝夫君就是要给夫人生孩子。3年了，我好快乐。我爱阿玲，阿玲值得被爱。她身上好多伤疤，好心疼，想哭，忍不住。阿玲打仗走了，不带我，但她说我是她活下去的念想。想哭，她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就去训她，但还是要先把陆娇好好养大。阿玲回来了，我爱阿玲，最爱阿玲，爱她一辈子。想哭，不忍。全文完。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